只是当时冲动之下，忘记了灵山如今试图与阐教交好，从而又成了天庭分化圣人大教的一把刀，一环套一环，一层接一层，仿佛这层层叠叠的算计凝成了几个大字：欢迎来到洪荒纪元。而偏偏因为手中的这一只宝囊，又让杨戬觉得太白金星对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有深意。尤其是那一句：当你感觉自己再次陷入这般境地，仿佛太白金星在操控他的同时，也在探究着什么，验证着什么，顺便提醒他什么。到现在，杨戬都觉得自己像是患了某种心病，开始思索这些细节背后的深意。甚至杨戬开始怀疑自己此前所产生的怨恨，产生的情绪，都在那个喜欢扮老神仙的家伙的计算之中。可怕的天庭权臣。杨戬将宝囊贴身收好，眺望着悠远的重山，思索着今后之事。他其实有些迷茫。我似乎一直都在为了其他事而活。父亲已入了轮回，母亲也已接到了身边，师父也并未被我的因果牵扯太深，一切都算是较好的结局。微风徜徉，带来了阁楼其他房间中的笑语声。小婵在跟母亲商量着裁剪新衣的布料，远处似有天兵在说着天庭去世，也有天将拿着一面铜镜不断的端详。杨戬不由暗自轻笑，这些天将大男人家的，也这般在乎自身的模样。那铜镜之中似乎有些情形，杨戬先是探过，见铜镜之中是一位仙子持剑而舞，倒也算是赏心悦目。且那仙子似是在对这名天将说着什么。这应该是一对有情人吧。正此时，那铜镜震动了一下，在左上角窜出了一道青色光芒，其上赫然写着一行大字：将军关注的记录员已开始直播。天将眼前一亮，迅速在铜镜上滑动了几下，铜镜镜面震动，发出了一阵轻快的锣鼓声，现出了天河边滔滔江水。杨戬不由来了些兴致，在旁边细细地看着。画面中蹦出了一道身影，一身亮银铠甲，对着铜镜之外拱手示意：天庭记录员天河水军副统领变装，有礼了。话不多说，今天先为各位来一段经典凡俗梆子，乐声搞起。画面一转，侧旁数丈外，几名天兵扮演的乐师开始癫狂表演，而真正的奏乐来自于更远处的几名女仙。有节奏的鼓声一起，变装抓住九齿钉耙，开始一段个人 solo。 天河水荡漾，本将把歌唱，天河水军棒，水中把腰响。这什么？杨戬的额头挂满了黑线，略微冷哼了一声，对这般粗浅的内容表示并不感兴趣。带着批判的目光，杨戬用仙识看了一阵，不知不觉就过了几个时辰。日暮西斜，铜镜的画面戛然而止，那一名天将皱眉嘀咕了一句：哎呦，怎么灵力又耗尽了？这里离着天庭太远，虽然星君大人允许将铜镜带出天庭，但是灵石损耗也太多了。当真麻烦，充灵力的时候没办法运转禁制。言说中又掏出了一只灵石，抵在铜镜之后，点亮了铜镜北面的几颗红绿相间的宝石。太白星君。杨戬不由来了兴致，他也非扭捏之人，身形自窗中跃出，驾云到了那名天将的身侧，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下有关这铜镜之事。当杨戬听到此物天庭中流转甚广，每次天庭有什么大事儿，都有天庭记录员实时播报。平日里这些天庭记录员也会整一些花活，人气最高的就是搞怪类的天河水军副统领变装，其次呢就是征战分类的天庭女战神玄雅。杨戬纳闷，征战也能用铜镜播送？对，这天将笑着点点头，在袖中拿出备用的老版铜镜演示了一番。可惜天庭女战神不太活跃，征战分类也没有了流量。
杨戬很快就搞懂了此物，又问：那天庭记录员又如何做的？这个只需要去通明殿报备，就能领到拍摄这般情形的专用铜镜，用仙力带在身旁就能够实时直播了。对，您若是感兴趣，末将这就回天庭帮您申请。木工交代过了，有关您之事，一切从简，一切从便。我只是有些好奇，劳烦将军了。好说，您且等。这天将搓着大手，转身跳上云头，匆匆赶回天庭。于是半日后，那座仙宝阁楼中，杨戬看着面前大大小小3只铜镜，一阵好奇。放下铜镜，拿起侧旁封皮竖写着5个大字的小册子，好奇地打开，看到了其内的副标题：太白金星柱，精品内容的正面引导。打开第2页，第1句话就抓住了杨戬的眼球。你还在迷茫，不知该展示哪些内容给其他仙神吗？你想了解大家想要看到什么样的形式吗？渐渐的，杨戬捧卷细读，心神沉浸其中，很快就露出了淡淡的笑容。有趣，左右闲来无事，倒是可以试试这般新奇事物。这铜镜之中，1日内有数百神仙直播，也不会有人关注到我。做点什么内容呢？杨戬坐在桌子之前，陷入了沉思，很快就眼前一亮，带上2面铜镜消失不见。3日后，天庭多了一个小小的直播连线，打开就能看见一道身形在漫天的妖气之中来回冲杀，浴血奋战。这铜镜直播刚上线不过半个时辰，就吸引了大量的仙人围观。这不是清源妙道真君吗？当真英武不凡，快告诉几位姐姐一声。1个时辰后，杨戬站在满地妖族尸身前，持着3尖2刃枪而立，一缕缕金光自这些业障大妖身上传来，环绕他身形各处。这时的杨戬还不好意思直接去看身后飘着的铜镜，只是略微扭头给了一个侧脸，就将铜镜给关了。天庭仙子们纷纷表示有被帅到，众多天将看的也是热血沸腾，清源妙道真君的名声一炮而响。半个月后，杨戬又寻到了一处业障大妖聚集之地，开启铜镜就冲了上去。一来二去，他也摸到了此间门道，知道要跟铜镜互动。除妖之后呢，还要说上1-2句似是而非的话，除妖之前也要说上一句自己此行何处，提前造势。各位，今日除妖封魔山，前些10日，此地妖王于中神州东南残杀凡人村镇，吞噬凡人生魂，天眼窥见其行踪。贫道今日定要将此地12路妖王尽数诛灭。各位，今日扫平此地无名荒山，此前追查一上古大妖之踪迹，今日终寻其踪，当持枪而行，无所顾忌。各位，今日要去的是眉山，此地妖魔众多，此地竟有人族部落，其内有诸多真性情的汉子。天地见证，各位也帮忙做个见证。今日我杨戬与眉山6友结为800之交，近来妖族躲避，大妖无踪迹，今日且遛狗狩猎。哮天犬，你我不如切磋一阵，不然拳脚总是难过瘾。那已经长到2尺高的小白狗嗷2声，顿时躺下，捂眼装死。且说李长寿去玄都城中，当真是帮玄都城设计了一座复合防御大阵，又从天庭、龙宫、仙盟调了诸多宝材，前后一耽搁，时间就花费的久了些。转眼便是2年而过。李长寿担心天庭局势，特意从玄都城穿回那漩涡，到了天地内部，这般与自己的指导人联系会更为方便。他的心神在5部洲巡查一阵，又回归天庭，看木工安详，各处安详，就要去督促一下灵娥修行。但是他先时扫过，发现天庭各处有着不少未当值的天兵女仙，正聚在一起看着一面面铜镜。这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吗？
李长寿的指导人在太白宫深处现身，点开那一面铜镜，看了眼此时观众最多的频道，得见那标题，当真就愣了片刻。标题是啥呢？梦幻联手，天河水军副统领卞庄与清源妙道真君奇袭妖族重地北毒山。不会吧？李长寿的嘴角在轻轻抽搐，小心翼翼地点开了这一行字体。一阵轻快的鼓声传出，就见卞庄正在那儿念着强行押韵的词调，远处则是漫天的妖气，有一道身影在其中不断冲杀，打得数十头大妖抬不起头来。今欲与天比高，我北毒山淫笑，看清源有妙道，杀千敌自逍遥。妖族千军不算多，上古大妖又如何？但凡你那业障多，3尖2刃把命夺。手一颤，李长寿打开大铜镜中的记录区域，看到自己之前刚上线的关注功能，后台统计数据，找到排在第2位的杨戬专属铜镜标记后，那长长的数字，触目惊心，心惊胆战呐！李长寿禁不住张张嘴，心神有点停止思考，随后整个人瘫坐在那儿，额头满是黑线，嘴边小白元神出窍。我用了那么多的资源，耗费100年的心血，就培养了一个天庭记录员，高冷范儿的啊！杨戬，你的骄傲呢？放着好好的天庭军神不当，搞什么娱乐呀？这要了亲命了，这简直啊！与此同时，南赡部洲商部落一座繁华大城中，正坐在秋千上拿着一面铜镜的少女，看着画面中那热热闹闹的情形，不由露出少许微笑。哼，天庭似乎比凡间好玩多了。混沌海深处，某处道则混乱聚合之地，混沌海中自感觉不到明显岁月流逝，岁月流逝快慢全凭自身感觉。此刻那鲲鹏就感觉过去了不短的时日，但他留在老地方的标记依然没有被触发。此子为何如此磨蹭？当真能忍住不来混沌海中探寻？这妖师鲲鹏眯起那一双修长的鱼眼，又内视了一眼自己元神上打下的烙印。那个该死的混账！待完成你烙印之时，贫道定要将你铜箱撕碎！混账！庞大的身躯爆发出滚滚道则波动，混沌海也泛起了少许气息。在洪荒异兽转化为混沌异兽的道路上，鲲鹏妖师很明显走在了整个洪荒兽类的前列线上。总感觉杨戬是在伺机报复，借此事搞我心态呢。他被卞庄给带偏了？也不对啊，看杨戬打斗之余还不忘找镜头的细节，可以断定杨戬对此事已经是驾轻就熟了，很有技巧，是一个老记录员了，还挺有天赋。算了，管不了，随便吧。我的退休计划可以广撒网，多捕鱼，没必要非在杨戬这一棵树上吊死。不跟仙神天兵保持距离感，最基本的威严从何而来？为将与为帅是2个概念，想要掌控大局，就必须要站在一定的高度。这个杨戬还没有成长为完全的2郎真君，当真就给了我一个小惊喜呀！算不算是搬起石头砸我自己的脚？某天庭普通全神只能够暗自苦笑了。玄都城中心，洪荒天地出入口，李长寿的身影隐藏在空气中，正盘腿打坐，静静感悟。他分了一缕心神在外，在这凶险的环境当中，总不可能将心神完全沉入悟道中。哪怕这一条通道的另一端是恪尽职守的金鹏，这一端是在布置复合大阵的几位道门高手，而自己头顶还飘着太极图，元神伴着玄黄塔。
多我一手总不会错嘛。问李长寿在参悟哪般大道呢？他自己其实也说不准，但是玄都城是一个颇为特殊之地，不感悟有些浪费机会。道祖昔年河道曾用先天至宝造化玉盘，这造化玉盘又名造化玉蝶，盘和蝶在某种语境之下也是相通的。就比如说，老弟买盘吗？跟那种老板你这儿有那种碟吗？正经的不正经谁看呢？这实际呢意义都是相同的。这造化玉蝶是混沌中诞生的宝物，与36品混沌青莲同纪元，其上记载了3000大道。据李长寿推测，造化玉蝶应该是一种可以成长的至宝，最初时并没有那么神异，在混沌海中收集了足够多的信息之后，才有了3000大道加持。道祖紫霄宫讲道传的就是造化玉蝶上参悟的道。上次自己在道祖那儿应该也见到了造化玉蝶，那喝茶用的茶几似乎就是玉蝶本体。洪荒典故中，造化玉蝶在对抗盘古开天劫时，被盘古斧一斧劈中，崩碎了一角。自此其上记载的3000大道不全，造化玉蝶失去了完美圆满之意。再到后来，道祖凭造化玉蝶与天道相连，进而合道补天道，造化玉蝶也就此成为天道的一部分。他所缺的那一点，刚好与天眼四九遁去其一，暗自相合，故天道依然不全，只是相比道祖合道前更加完善。